啾啾嗷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糖。昨天在直播间呢，依然能看到有些小伙伴在问UP，胡桃一命跟护魔2选1应该如何选择？我就纳了闷了，UP讲了那么多道理，做了那么多分析，列了那么多数值，都不看是不是啊？就只想要一个我的建议是吧？那行，本着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的原则，UP我就再帮大家一次，我就说的直白一点。如果你是一个对胡桃抱有好感的玩家，就是那种不管他将来到底是强还是弱，游戏环境对他是好还是坏，你都愿意去玩他，这种玩家你去抽一命。就像是UP我自己，我喜欢克勤，那克勤UP池我就是愿意为他买单，他弱又怎么样呢？他下水道又怎么样呢？我不在乎，我就愿意玩他，谁也管不着。对于这一类玩家来说，你喜欢的是这个角色，并不是他的强度，那么你给你喜欢的角色本身进行投资才是最正确的。但是如果说你迷恋的只是胡桃的强度，只是他目前第1火 C 的称号，那你就去抽护魔，不要抽一命，因为你是一个强度至上的人，后面你有了新的 C， 有了更强的 C， 你是肯定不愿意再碰胡桃的，那你给他的命做投入是不是就被浪费了？但是护魔它不一样，哪怕你后面不玩胡桃了，护魔你可以扒下来给其他长枪角色带，你的这笔投入它不会被浪费掉，这笔强度投资它依然保留在你的手里。副词条高贵的爆伤属性，武器特效又是基于生命值的攻击力提升，武器泛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广，你随便扒拉一个长枪角色它都可以带。这里再说一下啊，都已经 2.2 了，马上进 2.3 了，还有人能说出来武器池水深抽不得这种话？我寻思您是不是退坑半年多，这时候刚回来呀？见一个 UP 说武器池能抽，您就要上来骂一句啊！武器池早已改版，以前无底洞的情况已经不会存在了。最早武器池一般玩家的确碰不得，主要是你碰不起。那时候 UP 也一直在给大家说别碰武器池，真别碰，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但是现在有条件的玩家 UP 觉得其实你是可以抽的，它最多就3个金光保你一把必出嘛，也就是大保底的意思了。跟角色池的区别只是不继承定轨罢了。要决定抽武器，你就攒够原石抽到它出来为止，不然你要是抽到一半不抽了，这定轨就浪费了。具体详细的武器池规则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看一下 UP 以前的视频。好吧，就说这么多，上面这些道理应该不难理解吧？大家自己往前套一下，看看你是哪一类玩家，然后你对着抽就行了。拜拜。